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那上次有关讲 Rust 的，在 Calag 有关讲 Rust 的，大概是在2年前。那我们讲的 Rust 跟今天也是差不多，只是上次我们讲的重点着重于在Rust 这个程式语言的分号这个符号。那我们今天也会去透过 Rust 分号去了解Rust 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式语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一群疯狂的人，他们会想要把 Rust 这个程式语言，然后推进 Linux 的搜索。因为后面真的看不到，你把那个link，我把 link 给大家。没关系，那我直接全幕这样发，这样可以吗？后面我就不要分两个，我直接这样子。看得到吗？好，那好，那所以呢，这一群人呢，一开始他们做的工作是从真正的 Linux kernel 的 source tree，然后把它 fork 出来，然后他们说，你现在看到的是 RustNext 这个是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呃 Rust 可以在 Linux 上工作的程式码放在这边。那在Linux kernel 6.1正式把 Rust 纳入 Linux kernel 之前，他们做了一些工作是放在这里。哎，哦，对，这里。那这是 Linux source code。那这个 source code 呢，如果你把它解压缩以后，你会发现这边会有一个 Rust。那我们重点是放在 sample 这个地方，这样我看到吗？因为这个是有关 Linux 的一些范例，它会放在这里。那我们从这里范例里面会看得到，也是一样找一个 Rust 的目录我就会看到有关 Rust 的 example 在这边，它有一系列的 example。那最酷的是这一个 example。怎样？等下我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新的。那我想要讲的是之前的，抱歉，因为那个排版不一样。这个是之前的 Rust 是这是在1.0之后，然后这些 example 呢全部就不见了，因为你会看到 example 会有一个叫做 echo 的 server，就是它是在 kernel space 里面，然后开一个 circuit，然后透过这个 circuit 呢，你可以跟它去做连线，然后直接是在 kernel space 里面做一些动作。那因为 BPF Rust 现在已经不是 Rust，是 Linux 全面的支援 BPF 之后呢，它会禁止你在kernel space 做很多事情，是因为你自己偷偷做一些事情，它可能会造成 BPF 得到 kernel 里面的资讯会不正确，会没有办法同步，所以它全部把它禁止了。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所看到这边的 example，它全部就会不见了。那不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这一个这个网站。好，这样正式可以吗？那这个网站呢，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科呢6.1的时候，我们看最初一开始进去6.1的时候，那它剩下哪些 example？6.1，好，那么进6.1一样，我们找那个simple，然后找 Rust，然后就发现被砍光了。那原则上，这是合理的，是因为他们当初做了一些很多 hacking 的事情，然后让面试可能可以做到刚刚看到那些范例的事情。那因为你这个语言一进去，它会被很多人质疑跟审核，所以它砍到只剩下这一个跟这两个。那我们就从这一个开始。不好意思，因为不知道排版是这样。那我重新连线一下。这是这边的。原来这台做版的。我看到这里弄不老师看得到了哦。拍这样。
那那我这个是这一个 example host 的 source code。那我大概解释一下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事情是透过 kernel tree、kernel 的 source，然后我们在kernel source 之外去写一个 out of tree 的类似 driver 的东西，类似 module 的东西。然后可是这个的功用呢，它编译出来的会是user space 的可以执行的。我一样在这边听得到吗？可以了哦。行。那我先解释一下这台机器，它是 Linux 的，然后它不是 VM，所以等一下我们载入 module 如果写错了，可能我们就提前结束了。啊，当然希望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我先直接 make 它，我们先看结果。它 make 以后呢，它会直接产生一个执行档，会产生一个 single 这个执行档。啊，那它是怎么办到的？是它透过我们看那个 Makefile，有写过 Makefile 吧？知道 Makefile？好，Makefile 就是有点像是类似专案管理的，然后可以让一般写 C 语言的，或是需要类似专案管理的，你可以透过这个工具去编译它。那这边会写入了。那我们看到第一行，它的意思是说，我怎么得到我的应该是 kernel 的版本？那现在最新的是6.1、6.7，应该是昨天更新的。那我们的机器现在也是，抱歉，也是6.1、6.7，因为我昨天又把它更新了。好，那我们来这里就是大概讲一下，你的 Makefile 只要写这样子就好了。那第二行是 KDIR，意思是说你真的 kernel source 在哪里？然后它你在这里下 make 的时候，其实是会真的去连到去找到 kernel 的 source code，然后去执行 kernel source code 的主要的 Makefile，然后主要的 Makefile 呢会导回来。M 就是你现在的目录，然后导回来就是你把你现在目录的位置给你那是 kernel 的 source code 的 makefile，然后那个 makefile 回来找你，也就是说我们会变成这个 makefile 会是整个Linux 的 source code 的一部分。那一回来的时候，它会执行 module。那有趣的是，因为原则上你编译 module 以后应该会得到一个点 .ko 的档案。那现在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金字档，那是可以执行的。你看得到，那我把它拉上去，好，看得到它的结果。我是不是换一下？好，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那因为我们是属于 out of tree，out of tree 是Linux kernel 的 source tree，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去理会你的Linux kernel 的 source code，然后我们成为它的一部分，然后去编译它到这个范例是得到一个二进制 user space 的。那这个功用有点有趣，是因为Linux kernel 里面会有一些有用的工具，然后它也是用 C 写的，然后它是编在自己的 Makefile 里面，所以它只要 make 它就把那些工具产出。那他们可能为了要让原本的使用者、原本开发者，然后透过用 Rust 的程式语言开发可以执行的工具。可是有趣的是，你要装Rust 的 compiler，就是 Rust C，那它一般会附带 Cargo，也就是Rust 这个语言的 Project Manager。那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用 Cargo，就是要用 Makefile 来做啊。不过这也是一个选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它做到一些事情。那再过来是最重要的是这个K module。那你到底怎么编译你这一份里面有什么？所以这边的意思是说，我们这边因为 Rust 版本跟 Kernel 版本是要对应的，可是 OK，那有关版本这个问题很有趣是，大概是6.14之前，它会强制你在1.7级版。那我这字应该够大了。好，哎，不好意思，有点
有点紧张。6.16还有0.7嘛？啊，这个是source code，等一下，应该是太小字哦。好，就可以看到，那这是6.16.7的 source code。那我们来看它 document 里面会有，我试一下，这个应该会有个全局的，OK，全局。哦，有迷路吗？OK，好，那这里面会有说，哦，这里的边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诶，玩到了，抱歉，需要的工具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Clang，那个在下面，能看得到？好，那个 Clang 你要装这个 Clang，然后再装 Rust 的。哦，这三个 up 群的意思是对于你也是可能而言，这不一定要的。那如果你要 Rust，你要编译 Rust 的话，一定要这一个，那这一个就 Rust 的主要的 compiler。那它版本是在1.7 8.0，然后 bind 就是 Rust bind，就是把 C 语言的程式码转换成Rust 的语言的一个工具。那你要这三个0.6、5.1。那有趣的是，到了6.16之后，我发现虽然它限制这一个，可是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的，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这台机器编译出来的，我们看到我用的是最新的0.18.9，那也就是说后面它就整个开放了。你看我是用最新的，然后我连那个拜的这边没有，反正我就是全部都要用最新就对了，然后我也不管它，然后这个科呢还是可以跑，然后还是可以，对，就是等于原则上像刚刚讲的是没有这么限制的啦，是你可以随意的用你想要的版本，但是不要低于刚刚讲的这个6.78版。好，那好，那我们讲回来这个 K-bind 就是描述说你这一个 out of tree 的 source code 它的部署。那它编译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 host blocks 这个 OS。Y。那原则上这个如果我们进入在 Linux 的 source tree 里面的时候，Y 代表的是 yes。那还有我对啊，我弄个 example 给大家看。我真的去编译我们刚刚的那个 source code，因为我的作业系统是 Linux OS，所以比较麻烦，没有办法直接，我必须取得那个环境。哦，那等一下，我们再回头讲。那这个 Y 代表 yes 的意思啦。那 OS 讲，那前面这一个就是告诉有人写过那个 Auto Make 跟 Auto Config 嘛？应该比较少。他们的描述就是类似这种简单的，然后他会去找这个 single，是 single 代表就是说我要编译出来的执行档叫这个名字，然后这个执行档呢要附带的，你后面要写一个 Rust， 简 Rust 代表它是一个点 RS Rust 的程式码，然后点完它就会帮你把它编译，它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你需要替换的是这一个名字跟这个名字，如果你有要换的话，那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部署，然后我透过 make 刚刚这个 make，它可以编译出来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可以，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哎，到现在有没有听不懂的？OK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Rust 的 source code。那我大概讲解一下，我没关系，嗯，那我现在做的动作是我去让它监视这个档案。就是副档名是 RS 的，然后我让他做 make 完，然后让他直接执行。讲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好，那
这个部分是在user space。那我们大概来讲一下 Rust 是一个程式语言。那有写过 Rust 的，好，没关系。好，那我先来讲，就是一般以 C 语言来讲，C 语言是一开始比较早期的程式语言。那它是用结构化程式设计。那所谓的结构化，它原则上只有3个部分。第一个是直述的，就是直接直述的去执行它，就是一步一步、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这样执行。那第2个部分呢，就是它会有一个条件判断。那第3个部分就是回圈。那原则上，早期的程式语言你找这3个就行了。那我来讲解一下，就是我刚讲的那3个呢，是属于程式的流程。我帮大家记一下好了。一个是刚有关条件的是 if else， 还有关的是 loop。好，那以 Rust 的程式语言来讲，它不只是包含了它不只是包含了结构化程式设计。这份是之前这样看得到吗？我再把它放大。之前呢，就是包含了程式典范。第一个是可能看得到是刚讲的结构化程式设计跟物件导向。我们没有讲很学术，我们只是带过而已。然后做一个反正它有资源这么多，那可是重点就是我们刚讲的循序的柱子选择式的跟重复的。这3样对应在 C 语言里面，就是一样是直接执行嘛。然后这个就是 if else， 然后 switch case， 然后这个就是 loop for do while， 然后这一系列。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程式的结构去对应到我们的所执行的程式语言？那我先帮大家。那以 Rust 来讲是，这个是这样。好，就这一行就是Linux 的 Rust 上面的宣告。那我宣告一个指令。那原则上，如果你真的去写了 Rust 语言以后，你会发现几乎每一行都是这一行。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些变体而已。然后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structure。我不要这样讲，怕大家误会，就是结构化程式设计的部分，就是我刚讲那3项。大家记住这3个，因为这3个是属于 C 语言的结构化程式设计。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讲 Rust 怎么去套用这3个。那一般一行一行我们会这样子。这个是个语句这个叫做这个是 statements， 就是我们的大括号这个是属于在function里面的。每一行呢都是 statement， 每一行都是语句。然后除了语句呢，就会是刚刚我们讲的那3个结构中的2个。因为每一行逐行执行已经是一种结构了。那另外2个不是条件判断就是回圈。那它为了要包含条件判断跟回圈呢，我等一下会展示给大家看这2个差别。其实只要大家搞清楚这一些以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全部都是这一行的变体。好，那我先写一个有趣的，假设是0。好，那我们就给它编译。那编译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呢，它会说，意思是说，这个 x 没有用到了。好，那有趣的是这个0，那0到底是什么？那以 Rust 来讲，它的 type 呢，看一下它的，我就这边讲type。以 Rust 来讲，它的 type 会分有号跟无号。所谓的有号呢，就会是 i8，就大概是8个 byte 嘛，然后 i32、i32、i64跟 i usize。那就8位元、16位元、32、64，然后 size 的意思代表是说，看你机器如果是32位元，它就会是
我对，抱歉，我打错。对，那个 size 它就是看你是几位元的，如果你是32就是32，64号就64。那一样就是有号就会有5号，对，都会有5号。那预设来讲，这预设会是 I32，它的预设会是 I32。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行，我们多一来讲，我有 let 然后我有分号你一定要分号有分号才会是一个 statement， 一定要分号记住我要分号。那零呢？因为零没有写的话呢，它预设推论的值就会是 I32。那你可以这样写，你可以再把 type 直接写在这里。那或者是你可以这样写，把 type 写成这里。那这个就会长成这样子。type 就是可以拿掉的。那原则上你把 type 拿掉，你就是完全靠 Rust 的 compiler 去做推论这个动作，然后它会从往下找跟往上找，然后看这一个变数到底是怎么样被对待，或者是你 call 了这一个变数里面的什么 method 之类的，然后它会去推论说它到底是谁。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零呢，零这个位置它就是 expressions。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达式导向程式，这大家比较少看到是 expression 的。那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它的定义啊，定义就2个，第一个呢就是你一定是要语句，再过来是要有表达式。那表达式重点就是要去求它的值，那中文字我们就不用看那么多，我们只知道说有一个表达式跟一个语句或是陈述句。好，那重点就是在这一段，这一段才是真正你要写东西求值或是运算的地方是放在这里。那我们的零，你可以做一些像一些运算，可以在这边做。那像大括号也是，像这样。好，那大括号跟方形的大括号，它们是有类似的地方。这个大括号呢，就是程式码可以放的地方。那有趣的是，当你进到这大括号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堆叠会往前推进，会推进到这里。然后当你离开这个大括号的时候呢，你这边的堆叠会 unwind， 就是会辗转。那辗转的意思就是原本该释放的东西就要被释放，然后这边的机体会恢复，然后这边的都是 statement， 只有这里是好。我是不是少打一个字？好，这边都是你有很多个表达句啊，你可以这边打一堆，可是你最后这一个它可以是 expression， 那 expression 它就会被求值，这个一定会被求值，然后求值的结果会传给他。这到这边有没有听懂？这是分号的地方。好，那假设如果你在这里给它加了分号呢，它就会变成这样，对，它就会变成 statements。那因为没有值的没有值，它就会是这一个。我打一下。好，它就是 unit value。就是等同西语言的 void 一样，就是没有东西，因为你这一个它求值的结果是没有的，所以会等于这样子。那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存档，我定义的话，就是会通过。那附带一提也是这个 unit value 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呢是可以过的，也就是说，你的变数名称跟 type 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对，然后它可以自己互相复制，所以如果你写你可以写哦，无限地位现在流行无限层嘛，对不对？然后就无限地位还是可以编译的过，对。那这题外话，可是抱歉，重点想要讲的就是说，那既然
那既然这个后面是 expression， 那我到底我可不可以写成这样？这样，就是无限递回下去。答案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要去知道说到底它是在这一行里面的哪一个角落。对，好，那这边有跟上哦。那我们还原到一个比较正常的阶段。那我们尝试来写一个物件。那我想要做的就是说去追踪这个负它被销毁的时候，那以 Rust 来讲，所有的结构跟物件导向不一样的是，物件导向它可以随时透过继承去扩充它的方法，或者是扩充它的记忆体的使用。那Rust 它有趣的是，它是用 trace 的方式，它有点像是个性啊、特征啊，或是性格，就是 trace 这一个角度，就是这个结构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不重要，我们也不关心。可是我知道是说，它有没有办法满足我想要它做的那些事情。那从这个面向，就是从 trace 的面向去看它，那这才是我想要知道的。那至于它其他人做什么事情，我们不重要。那呃有一个有一个 drop trace，我先把它写完。当好，我想要拿到它的指标，那我把 self 还可以并购好。那我先来看 drop 这个，我看得到，我这个字有点小，我就是 Rust language org 进来，然后这个是Rust 原本的官方网站已经变成这样。等一下，它这个版面已经好，不好意思，因为我没办法直接找到那个连接，可是你可以从这边连接找到这份文件在哪里。那这份文件就是整个 Rust 的 source code， 然后它透过 Kaggle 空格DOC， 然后把程式码上面所有的注解做出来的一份网页参考的网页。那我大概看一下它 Rust 的程式码，它会有一个类似这样，这个是 SDD LYB， 然后会有斜线惊叹号，这个代表这个注解里面就代表是把这内容转换成刚刚我们看得到的那个注解，就是那个网页的格式，那方便我们一边写程式，然后一边做注解，然后透过这个工具把注解变成文件。好 ，OK 啦，好，那我们来看 drop， 太小哦。好，那 drop 会长这样的。那trace 的意思就是我要定一个，我需要一个叫做 drop 的东西，那你必须要满足这个 method， 就有点像 interface 的意思。那你去实作它以后，你就会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去检查你有没有这个 drop， 有的话我就透过你这个 trace 去做到这件事情。那 drop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这个物件要被销毁的时候，那我要呼叫的方法是它。注意一点，就是因为物件导向有所谓的 construct 跟 destruct， 就是建构子跟结构子。那在物件生成的时候呢，大家知道 C 语言的结构跟那个 C 加加不是 C 加，跟那个物件导向的 structure， 对了，是 C 加加，C 的 structure 跟 C 加加 structure 差在哪里嘛？那以 EP 来讲，就是我们直接 allocate 一个 memory，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那为什么 C 加加
我不能只要 allocate 它，要用 new 或 delete。那最大的原因是 new 会自动帮你呼叫 construct， 然后 delete 会自动帮你呼叫 destruct。那经过这样子，经过 construct 的 structure 空间才会叫做 object。也就是说，你明文写在程式码上面的叫 class 或者 structure， 然后呢，你透过 new 真的去 instance 它出来，在基体里面的那个才会叫做 object。那也就是说，虽然 Rust 有物件导向，可是它却没有建构值，然后它有类似结构值的抓。那一般建构值你必须自己去定义，然后可能就定一个大家通用叫 new 或是 new with 什么的。with 的意思就是因为 new 就是没有给 parameter， 没有给任何的因数，那 with 就是我可能需要加什么因素在上面。好，那重点是我们要讲 drop。那这个观念蛮重要的是，因为 Rust 有提供一个叫 move 语义。好，我先把它完成，我们先我先把它完成，然后我们后续讲。这个我们先放着。那我把它编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这个记忆体。那这记忆体什么我们不重要，我们需要知道说，真的它解构的时候，真的会去执行它。那有趣的就是在于，那如果我说这样子，对，那这应该是最佳化的结果了，所以会看到两个是一样的。好，那因为我要做这件事情。好，那我做这个动作呢，我看不到。我做这个动作是我先宣告一个叫 FOO 的定义好，然后我把这个物件 instance 出来了在这里，然后把它 move 它，然后接下来我打算去 in FOO。好像等一下是不行啊，不行。不对，我这边有。OK，他就说，不好意思啊，你已经 move 了，就是你已经被搬移了。那因为Rust 它提供了搬移的这个 move 这个呃语义，那会造成很多在写这个程式的人会觉得很疑惑。那为什么它可以直接这样搬移？那为什么我刚刚写这个？呃，不好意思啊，对，还有我有点紧张。好，所以呢我先把注解记起来。那为什么这个会过？为什么这个 OK，然后显示42？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可以被 copy，它实做了 copy，也就是说，预设的一个我们预设参数都会有一个 copy 这个行为。那它在这里，它做的不是 move，它做的就是 copy，因为你只要能够 copy，它就 copy 了以后，它自然而然 就不会是被 move 的动作。好，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怎么知道它可不可以被 copy 这件事情？是因为一旦你实做了 drop，你就不能 copy。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因为 move 这件事情它是很低成本的直接记忆体拷贝。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记忆体拷贝？这样就跟得上吗？OK 了，好，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记忆体拷贝？我们刚刚试过了嘛，这里会被建构。
啊，所以会经过。这应该是最佳化的关系啊，所以会看到这件事情，可是原则上应该要不一样。那个负的 implement 写一个 new，它出来还是会一样。你说什么在如果在那个 implement 那个 structure 负那边负的？你说哪个负的？负 structure 你不是宣告一哦，个，OK，然后再写一个 new，让它长，就是回传 self，然后是在 main 里面宣告它那个记忆体位置还会是一样的。我没有听得很懂，你再讲一次。嘿， Rust 它在实做这个 structure 跟 IMPL implement 的时候，不是通常都会写一个 new 出来？刚刚有提到，不一样的是OK，你讲的 new 是 Rust 的 new 吗？还是还是 default 还是应该不是 default，在是 implement 不是。对原则上 new 是自己写，他没有抄，对。那我想问的是，那如果这一题做 new 把它 new 出一个 object 出来，它的记忆体位置应该就会不一样。原则上会不一样，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譬如说你说这样子嘛，我然后你写一个 new 对不对？然后 self，对，然后那个 for 可能要先定一个，对，对啊，然后对啊，这样，我懂你意思，可是这里的机体位置跟丢出来的机体位置会不一样，因为你听我讲，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造成一样，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Nginx kernel source code 的环境，它的参数是 Nginx kernel 的参数，Nginx kernel 给的，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追加化，会看到刚刚那个机体是一样的。对啊，我想表达就是说，如一般的话，这里会产生一个，然后它 move 出来，然后你就会在这边再得到一个。啊，这个会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懂是吧？懂。对，它是会 move 出来的。对，那也会说，哎，变数是不是如果你把名字如果取那个负如果加就是名字不一样的话，是效果会一样。你说哪个名字？因为你像这个这两个吧，名字设一样，它那个名字设一样。因为这是在 Linux kernel 的，它原则上要不一样了，要不一样了。来，因为那个是，但是 Linux 的环境，所以它会有一些追加化的东西。给我几秒钟的时间。这可，哎，我有冰波吗？OK，再讲，我无法打出地方。不好意思啊，好，我不确定发生什么事情呢。没关系，我继续讲，因为呃有
那当然。让我思考一下。好，那我一边讲一边思考一下。好，那我继续讲这个 drop， 这个 drop 就是如果你是做 drop， 你就没办法去 move 它，没办法 copy 它。看一下啊，就是你会没办法 copy。好，看一下我先讲。好，那嗯。那让我留个跑这里。那我们从这里继续，就是把它注解掉。所以为什么会说一般我们几乎可以全部用这一行去解释所有的语言？因为因为我刚原本想要讲的是说，它这个物件的销毁会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如果这个 FLO 的话，我们第一个这个 FLO， 我把它剩下一行。好，知道。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先宣告完，然后执行 hello， 然后再宣告第二个，所以我看到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可是这样我没办法展示。等一下，因为我我想要重现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想要重现是它不会被干掉，它会一直往下产生。哎，因为我昨天把科能换新了啦，换到最新现在的。好，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就是我们可以我原本想要表达是说，当这里会有告诉你说，你这个变数没有用的时候，你前面是可以加一个 underline 的，加了以后 compiler 就不会跟你计较。好，那依照昨天我所看到的现象，因为今天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发生这件事，就是当你宣告第一个 FOO 的时候，跟宣告第二个 FOO 的时候，那请问第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觉得第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原本因为它已经覆盖了，它削都过去了，那请问第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原则上第一个它是会被留着，它虽然被覆盖了，可是它这个物件还是会被留着，会直到大括号之后才会被才会被销毁了，才会被抓掉。这是刚刚这个 example， 刚有一个大括号的 example 表达的。不好意思，我不确定为什么会变这件事情。照理说是基础维持的不一样，因为早期有，应该是说这里吧。是这个。当初我写的基底是不一样的啦，我不知道我昨天把它更新了以后，对，照理说，你宣告了以后是要不一样的，然后对，那没关系，我直接把结论跟大家讲，就是，这是在写程式要小心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因为有时候像 Python 啊什么写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它会 garbage collection 会回收，可是呢，其实并没有。那如果你这一个 FO 它会要了某个特定资源，那你去执行第二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资源会要不到，
因为它掉了，那直到大括号出来的时候，它才会unwind 的，它才会把里面资源释放出来。对，好，那刚刚我们有说是可以假设，如果你直接是你直接做了这件事情，你把它注解掉，那也是一样哦，就是我想说是，如果你想要直接把资源释放，就是必须这么写，那就是直接产生的时候，当你给 FO，这跟你给 FO 不一样。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给这个还是会卡在机体里面，然后可是呢，当你写成这样子，它会是直接是销毁的，这样它会直接是物件产生了以后，下一行往下执行，它就会被 drop 掉。我应该有看到吧？这里应该就有那个效果，还是 FOO，它会直接被 drop 掉。然后这里假设我给它一个，它并没有 drop 掉，那它会依照堆叠的顺序，最先被产生的就会要最后被销毁，所以它应该是要在这里被销毁，那在这里产生。这样到这边有听懂吗？好，那所以呢，我能够这样写 ，OK， 我能够这样写啦。那我也可以这样写啊，因为我让它推论啊。那既然你产生了就会销毁，那我也可以这样写，对吧？那所以才会说是这一行是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FOO 其实就是一个 expression 的，然后你就会常常看到Rust 的程式码。那如果你在阅读程式码的时候，你可以分辨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是它是在哪一个部件，那其实你就会比较轻松的去阅读它。好的 ，OK， 好，那我们就依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资讯，然后往下去讲。哎，那个 dropper 有没有问题了？就是有关 dropper 跟它 move。好，那我就把程式码还原。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讲，那既然什么都可以变成一个 operation，那我们会遇到刚刚讲的那个结构，我们遇到我们刚讲的这三个结构，那如果遇到一个 if 或遇到一个 while，那对啊，如果 if 假设我们这样做，会印一个 true 嘛？那依照我们刚所讲的，如果你是 statement， 你一定要有分号。那为什么它没有分号可以过？是因为它是一个 structure。OK， 那假设如果你让它变成expression 的时候，你就要加分号。那加分号呢？有听懂吗？这一个跟刚刚那个是不一样的。那这一个居然没有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对它做求值。如果你对它做求值了以后，等一下啊，呃，如果你是已经是的时候，那你的在分支这个地方，你的值必须是要一样的。假设你是0、32，那你这里也就是要一个32。这样有听懂意思吧？那如果你是用结构的方式，那它它就不会是一个expression statement。这样有懂这个差异吗？就是原则上 if 是不能求值的，那你要求值的话，你就必须把它转换成 statement，
就是我们刚写的这个方法。然后 type 一样，我们 type 可以省略，一样 type 可以省略，然后把变数可以把它丢到这样，OK 哦。那当然那个我们也可以做这件事情，一个无穷微圈。那无穷微圈能够返回值的的条件就是你要一个 break， 不然的话它会真的是会无穷的跑下去。那你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判断式，就是里面做你要的，为了防止它不要无穷的圈，就是条件进来它就会离开。这样有分清楚。好，那我们就往下去讲这个实际的这段程式嘛。如果就是大家具备刚刚的知识了以后，好，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惊叹号就是 micro 的意思 ，micro 的意思就是聚集的意思。那 Rust 的聚集，它会被人家误会以为像方群，是因为它用括号，可是只要是聚集，就是9惊叹号结尾的名称，那它其实可以用中括号，它也可以用大括号。它不一定是要用括号，是因为大家习惯这样写。对，所以当你看到有其他变体的写法的时候，不要以为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那 printf ln 代表它会换一个新行牛奶。那我们要来看的是它的 format。我们会在 std 是标准程式库里面的分体。那等一下，我们现在是在 user space 啊，我们有 std 可以用。那可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 kernel space， 可是 kernel space 没有 std 可以用啊，因为 std 是要依照你的作业系统是什么，然后透过作业系统提供的服务，然后让我们在 user space 可以达到我们要的功能。那可是，在kernel是没有的。那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把它拉下面会看得到 std 这个 threads 它用到的是怎样？排版的关系我看不到，没关系，我们直接来看 std 用了2个重要的东西，一个叫 core 就是 Rust 里面相关核心不包含作业系统的部分，那就会是用 core。那也就是为什么很多 embedded 的 system 可以用 Rust 写的原因，是因为它拿 core 直接用，因为它不包含作业系统。然后除了 core 以外呢，跟机体有关的是 ALOC。那记住这2个就是一样，就是 NoSTD， 它是有关于使用机体的部分，然后有关像那个资料结构的会是在这一个部分。好，那 Linux kernel来讲，我这找不到。好 Linux kernel 来讲呢，它主要的是这一个 kernel 这一个，对，这是 kernel。好，那我刚刚会用2个荧幕，是因为我想2个视窗啦，想说它可以比较。那没关系，一样的，它底层也是用 core， 然后也是去做到。那我刚刚是找 FMT， 那你会发现也是可以找到 FMT 的工具在这里，可以看得到那个相关的东西，因为版面的关系没办法展开。好，那我先大概讲一下分贴的东西，就大概是这样，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呢，然后这边有个空位，然后你只要1对1去补它，那你可以把它填数字0、1、2、3、4，然后就以此类推，第一个是0，第二个是1，这样子以此类推。那你可以调换顺序0、3、2、1，然后它这边第一个位置是0，然后这边是1，这样以此类推去排。那大概描述一下它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一个format 回传的会是一个字串的物件，这样。好，那我们就简单的讲这一个印出来，它就是透过这个方法，然后印在荧幕上，所以我们会在荧幕上看到这一个。
那有关 module 就是我们把其他两个档案能看得到，然后 A 跟 B，然后透过类似像 module 的方式把它载进来，成为 Cinco 程式码的一部分。那 A 很简单，A 它就是做了一个宣告一个 F 这个方讯。哦，那 quit 是 pub 的一个代表是说，我可以其他的地方就是它的可视性啊，因为我们是从 symbol 里面去呼叫去 A 里呼叫里面的 F，那如果你没有 pub 的话，它会看不到它。对，你没有 pub 的时候，音会是错的。好，那因为如果我们是用 Rust 用卡构去管理一个 Rust 的 quit 的话，一个名称 quit 的那个名称只能拥有一个 library，就是你只能一个 lib 啊，你可以很多个 binary，所以 binary 就是你可以产生很多只 binary 的程式在这个 quit 上面，可是呢，这个 quit 呢，它只能拥有一个 library。好，那你想想看哦，拥有一个 library 是合理的，是因为我有很多只 binary，然后我去共用它，很多只都共用这个 library。那这个 library 呢，自己本身会有想要被自己看到的东西，看到的方选，那就会有这个括号 quit。quit 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能自己里面的人看到，然后你外面的人想要引用是没办法用，意思是在这里啊。他这边写的这个，我只是刚好解释一下。啊，那反正这个方群的意思就是我呼叫这个 F，然后我带了一个i32 type 的变数进来，那我就把它印出来。那也一样，就是它印出来会是在这里。那我们来看这是，那 B 呢，引数是从 B 来的，那 B 一样，它就宣告一个变数，常态变数，一样是用 i32。那这里的，因为你是在宣告 const 的时候，这 type 是一定要写，然后再过来是 const 的名称一定要全部大写，这是 Rust 的限制。好，那对于这个简单的范例有没有疑问的？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刚刚那个发生什么事情，让我想一下，因为我今天有点紧张。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我们刚所看到的，我可能找一下啊这一个 minimum，就是我们一个最小单位的一个模组，那写起来会怎么样？那因为其实我今天准备很多啦，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哪里，就是我们就先从基本的讲，那我来是一样的。那我写了一个小工具，就是我会挖取所有的 RS，然后如果这个 RS 做了动作，这个，那我就会去 format 它，然后接下来是 make 它，然后 make 完了，我去 restore 它，然后再 remove 它。OK，这样就看懂我在做什么吗？好，好，那这个就是实际，因为这是D message 是这个，我之前这个 D message 就是把 kernel 的 log 把它印出来，是这样子，好，OK，那实际这个就是我们刚有 make file 没我先切在这里，刚有那个 source code 的，就 source code，然后我看得到啊，就打这个指令 menu config，一定要 menu，如果你打 config 会是互动式的文字，那你会看不懂，因为现在的选项很多，让它跑一下，这样有跟上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你龙光没有成功吗？还没有。
那一样就是我们主要的名字，主要的程式是这个名字，它会对应到这个 RS，然后在定义的时候，kernel source tree 就会帮我们把这个程式码进行编。那我们看到这些附加的都是我Make 去 compile 产生出来的，当我们可以把它清除了，clean 的时候它就会都不见了。clean 的时候它就会不见了，然后当我把它 make 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就出现右边这一个。好，那我们来讲Nils Kernel 的部分。那Nils Kernel 呢，它依靠了一些module，还有一些它自己定义的，应该是这样讲，就是 Nils Kernel 本身全部都是纯 C 写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需要在Rust 跟 Nils Kernel 做有所沟通，那必须要处理 Rust 跟 C 之间的界面的互动。那原则上，刚刚的那个 macro 呢，macro 的定义可以让我们减轻很多事情。像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 module， 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 module 其实就是给 Nils Kernel 知道这个 module 的相关资讯。那这个 type 就是这个 module 主要的那一个 class 的名称啊。那当然这个可以自己给的啊，你就把这些填一填，表单填一填，这样看得到。把这表单填一填，然后 make 的时候它就会转换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这 KO， 它就会把 object file 编译出来。那原则上是之后才取名叫 KO 的，它原本的名字就是点 O， 因为 Nils Kernel 是一个活着的执行档，它一直执行在我们不知道的背景底下，然后我们写的 module 是要跟活着正在执行的执行档做载入的动作，然后跟移除。那它可能为了混淆，为了大家不要混淆，后来就是改名成填 KO。那我们的目的就是产生它，然后把它载入进去。那载入进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吧，因为我已经把它移除了。来，我们把它载入进去，就会在应该看得到，这样看得到，就会在这里看得到一个 module 是被我载进来的。然后是 MOD， 就是在看系统上面的 module， 然后MOD， 就可以把这个 module 移除，就会找不到。那你就发现，哎，那我们写一个 module 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们只要宣告一个结构，然后这个结构里面呢，就是你所需要用到的记忆体，然后以及你去实做这个threads， 它有一个 module 的定义，然后你只要把这个实做完以后，drop 不一定要实做，然后其实你的 module 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写一个 module 出来。我故意让它画哪，这样会比较好看。好，那用我们刚讲的这一个，在科任里面本来就有提供叫 PRinfo 的，对，它有提供一系列的，这属于你那是科任本身提供的一些工具，然后它用包装的方式把它包进科任这一个 crates 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一个 CFG。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对应到我们有点像西语里面的symbol， 就是 define， 就是在前置处理器里面 preprocessor 去 define 一个 symbol， 然后它去检查这个 symbol 有没有存在。
那在我们去编译 Nils Kernel 的，结果你会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像是 Python 的 generative， 就是它会把所有 Nils Kernel 要用到的西元的东西，把它完全转换成Rust 的程式语言，所以这蛮大的，它把相关要用到的全部把它转换成这个档案呢，会有助于当你在 compile 的时候，那你可以去读到这些 symbol， 就是有关原本 C 语言有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在 Rust 这个语言去拿到它的这个资讯。因为画面的关系，我没办法打开给大家看，因为太小。好，那所以这个呢，它有趣的是，因为如果你在刚刚那个档案呢，你找不到这个 symbol 是一定找不到的，这个一定会是 false， 因为只有在 in tree 的时候，你的程式码是在 source code 讲错了，在 out of tree 的时候，你在 compile 这个 module 的时候，这个才会被 makefile 带进去。哎，不对，我讲错了，build in， 抱歉，因为它前面有一个 not 了，它这边有个 not， 所以你才会是一个 false。那因为我们是 module 嘛，那 module 会带进去，那带进去又有取 not 是 false， 所以它会说是一个 build in 这样子，所以会得到一个 false。那用 Rust 写 Nils module 最棒的地方是因为它带有资料结构。那如果你用 C 语言，你想要用一个 list 或想要处理资料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伤神的事情。那这边就必须要告诉大家，有关它会提供一个资料，不是因为排版的东西，我有点断片。除了刚刚的，你们看到，对，那等一下哦，好，我就大概看这个范例，那是 VC 啊。好，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对不起，因为画面因为没办法展开，我看不到。好，在这里，好，来看到。好，在 Nils Kernel 里面要机体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是因为当我们在 user space 里面，我们可以随时的要机体，反正要不到，就这个行程被作为系统回收，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做。可是当你在 Kernel，你在Kernel 模式底下发现机体要不到这件事情，会很伤脑筋。然后再过来是要不到之后该怎么办？也都是必须要密切的讨论，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原本在 Rust 用 STD 写的，刚刚讲科了这个就是替代 STD 的角色。那它现在目前是持续在进步中，有很多好用的东西一直在被加入。然后你会把它看待它就像 STD 那样，只要它越强壮，那我们在可能里面写东西就越好写。好，那它已经会完全支援 SPT。原则上不可能，因为他 Saki 都拿不到了。哦，对，他 Saki 都拿不到。好，那在kernel里面要记忆体呢，我们可以发现会有个额外的优势，就是你可以要到一段连续的记忆体，因为我们在 user space 拿到的都是分段分页的作业系统啊，你没办法实际就是你是逻辑上连续的记忆体，可是实际上作业系统给你的，你不会知道它是真的是怎么样子，因为它会分段分页去做配置。那可是你却可以在 kernel space 要到一段真的很长的连续的记忆体。那这个有分，一般要记忆体连续的是 K memory allocate， 就是 K memory allocate， 然后所谓的 V memory allocate 就是你要到的不会是连续的，它可能是拼凑的，可是你可以保证你一定要得到，不是保证啊，有很高的机会要到比较大的记忆体，因为你要一块连续然后又够大的记忆体，其实算是稀缺的资源在核心层里面。那常用的应该是 KV memory allocate， 它会先尝试要连续的，
要不到呢，那就会要不连续的。OK，所以因为它是一个 type 的 alias，它实际的 type 是不好意思啊，因为排版我没办法全貌看到。好，没关系，反正你就知道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 VEC 而已，你可以用 VVEC、KVEC、VVEC 这样。好，那一般我们在可能要资源的时候，要机体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给它一些参数。诶，我还是看不到，不好意思哦。嗯，好，没关系，我抱歉啊，因为眼界有限，我真的看不到。好，我们来用这个范例好了。然后这个会对应到STD 里面的 VNC 惊叹号。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你要的值填在这里面。哦，0啊、逗点1啊、逗点2、逗点3，你不用先宣告完，然后一直 push 它，或是 insert 它进去这样。好，那我会看到一个参数，这是通用的，反正你不知道要用哪个，就用这个就对了。哦，就是因为它是包装了 Linux Memory Locator。哦，那附带一提的是，如果你有写譬如说我想要在 C# 里面，然后用 Rust 写 DLL，然后让 C# 执行我所写的程式，那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谁产生的记忆体，谁要的记忆体就要谁回收。我不可能是 Rust 要的记忆体，然后你C# 拿到以后，在你 C# 那边去回收那个记忆体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子会发生错误。因为要 allocator 它没办法去回收它没有 allocator，譬如说在我这边有 allocator 出来，没有机体给你，让你回收，你那边的机体分配表是没有的。那可是你写 module 会用 Rust 写 module 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都用同样的一个 allocator，所以不会有刚讲的那个问题发生。好，那这里呢就是你宣告了一个 vector，然后 push 进去，好，然后就会然后去检查哦这个值是什么。好，那我看到一个我们没有看过的问号啊，问号不是呃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如果以 C 来讲，那我们的方训呢，一般都会是有一些输入，然后唯一的输出，然后顶多我们会有一个额外的 error number 变数。那原则上这样子的架构是不够用的。那我们希望说，在 return 的时候不要只有一个 value，那这时候从 C 语言它就会开始演变到我回传一个结构的指标。那我在这个指标里面的记忆体位置或是一个结构，我填入我要的东西回传给你，你再去解析它。那在 Rust 上面来做这件事情就不是这么做。Rust 我们来看 SD，这段还蛮重要的，这是一个观念。好，够大了。好，那我怎么去？因为方寻只要呼叫了，一定要有东西回来。可是我怎么去表达说，其实我拿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有的，有可能是我拿不到东西。那错误的时候呢，在 C 语言它会把错误的码，你会因为是回传一个 int 嘛，所以它会用负值去表示说，呼叫失败了，我就给一个负的。那呼叫成功值就是正的。那这个会大大的去限制了我们想要取得资讯的一个方法，就是它会被局限。那以 Rust 来讲呢，那我就 return 一个叫 option 的这个东西。那 option 呢，它是一个 evaluate，就是一个列举的形态。所谓的列举，就是我 return 了以后，就只能有这两个样貌。那一个是长这个样子，一个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呃，我我我我小小唠叨一下，你可以写这样的 structure，OK，这个是我讲是 Rust，在 Rust 底下，你可以写一个 structure，那也可以写一个，假设是 for
OK， 那 tuple structure 呢是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应该是这样 ，A 点 B 点 C，OK，tuple 你用 tuple 方式写，它是 structure 哦，它不是方群哦，它是 structure，你可以这样写，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写，这个我有个名字叫。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这样是不一样，这三个都不一样。好，那我回头过来看，那你看这个就像刚刚的 tuple structure 这样，你可以逗点一直下去，你也可以这样写哦。我只举例哦，不是说这真正的是这样哦，你可以像是 FO， 但是你可以用结构的方式写，你可以用结构的方式写。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回传一个叫 option 的，然后把 type 放进来，然后我回传什么呢？我回传只要我成功，我就用一个 sum 代替去表示它，只要没有东西失败的，我就用 none。OK， 那这样子就可以大大的从我们一个回传值去扩动到另外一个资讯，就是我要不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接下来，如果当我要不到，我又想要知道为什么要不到，就是为什么会错塞这样，那我们就会用 result。就会你看这个 type 就有两个，第一个是成功的时候，你原本要的，然后再过来是错误的，错误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好，那原则上 result 这个东西，当我们在写 Rust 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直接使用 RESULT 这样写，因为你可能会牵扯到很多 crate 来用，那每个 crate 都会有自己的 result。比如说我举个例，像 IO 就会有自己的 result。那 stdio 的 result 是长这个样子的，我看到它是长这个样子。那这个是 error 呢，是它自己的 error， 就是提供这 crate， 就是这一包工具给你用的人，他会想要自己 handle 自己的 error， 那这 error 会自己的，所以它会有一个类似 result type， 反正意思就是说你用我的就对了，然后回传什么错误没有关系，我自己会处理，然后你要丢你的形态。这样，所以我一般不会只用 result 这一个东西，就是你写死它，那因为你会发现名字会重，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好，那再来就是看到这个问号了，然后这个问号呢，它有一个 return 的语义，早期不是问号，早期是用 try 这样惊叹号，然后写，然后呢，如果你 return 的是，我刚把它砍掉，你 return 的 result 是 error。是这个 ER， 那它就直接 return 了，它一个 return 的语义哦，你的那个方群就直接被 return 掉了。好，那对不起，因为这不是方群好，那 return 掉了以后呢，你就会直接得到那个结果。那这个方式我没有给放我希望我的成功是拿到 I32，我失败也是拿到 I32。OK， 啊，对不起，我这里是 FN 啊。好，这是被编译过。那大家要注意哦，因为我们都用写 OK 写的很高兴，写 ER 写的，其实它这全名不是这样子哦，它的全名长这样子哦，这样我懂意思啊？它的全名是这样子，就是
如果你要写它这个 OK 在这里面的整体的表达，如果你要把 type 带上去的话，是 OK，要把这两个也写上去。对，那我们常常会直接以为只要写 OK 就好，不是，是因为我们交给 compiler 去做推论的，这样懂意思吧？因为有时候你写的时候呢，你只需要 OK，不需要 error。那可是呢，compiler 会要求你拼凑完整的，那你就必须填上资讯。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填资讯，那你就其实是在这里填哦。以全名是这个，其实你在这里填，然后你就会，它推论就会成功了。这样 OK，好，所以要记住这一个。好，那好，你不过大数。那假设如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我 FOO 嘛，然后我呼叫了 false，然后我打上了问号，我等一下这是可能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不要在客人那里做这件事情，有点危险。不用，我们直接来，哎，这是方去了嘛？那看得到了，嗯，刚刚是 IO 嘛，result，这是 type，然后 OK，然后我们点点定义。哦，有过，OK，编译过去了。好，那好，那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直接 嗯，这样，应该看一下，我应该没有给 type，没给 type 的关系。反正我看不到。呃，OK，好，我来看一下，是我哪里？OK，我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里限制 return 是 void，哦，正常是会传32，那我这里就要改，对不对？我会传是这样，OK，我先改成这样，这样我看懂哦。我这样写，可是我却没有，呃，它全名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还是这样吧？哦，过了，啊全名是这样子，因为后面这边没有，这边是刚 hyper alias 去了。好，那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简短的写它。好，那它被 return 出来了。那假设如果我们成功呢？会成功就会成功。那重点是成功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它 type 是什么？那原则上我会直接给一个毫无相干的 type，然后呢，让你的 compiler 去生气，然后 compiler 就会告诉你，其实它是这个。对，那把它改一下。
这样大家会比较好懂。当我 OK，如果是0嘛，就是 I32，那我透过用问号去解它的时候呢，我就会对它，对，因为没有 error type 了，所以他就会跟我建议说，哎，你要把这个补上去。小 OK，那因为我是从 main 这边回传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好范例，是因为呃，这不是标准的一个回传的方法。因为版面真的有限，我没有办法用很全面的方式去展示。抱歉。其实也不用啊，我直接改就好，那我们就直接让它错误这样。这是 OK 吗？还是错？好，那还是错。抱歉啊，耽误大家的时间。这是 OK。好，过了。反正就是一直惹compiler生气，然后compiler直到他气到不想理你为止，这样。那看到就是原本是一个 result type，然后可是呢，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I32。那这个做法呢，会让我们大大的去节省写程式的时间。就是当你拿到了一个 result，你要解析它，我们是这么解析的啦，是我这个呃，刚 OK 是这样的，这个负责 OK，然后你就 match。等下我这样想不对哦，等下对了，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 OK 的，但我这个例子举得过来。好，没关系，我们继续进行，就是这个问号大家有搞懂了吗？就是当你在 result 的时候，它会强制你发生错误的时候，它就会直接 return 一个 error，然后直接从这里传出来。那因为它是一个列举的形态，这是一个列举的 type，所以我们会在这里会得到一个完整的 type。这有时候会比较难看懂啊，就是 OK 为什么是跟 result 有关系，error 跟 result 有关系，因为他们这一组叫做 result 小组，然后这个是它的样貌，这个也是它的样貌，但要这样子你去理解它会比较好理解。那这样邓真有听懂吗？好，那有听懂以后，我们就来看这个接下来这个刚刚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大量的看到用问号这件事情，然后发生因为 push 它的一定会得到的是一个 result。我们看一下，push 它会得到一个，因为在 kernel 的关系，原则上你在 user space 写Rust 它没有那么麻烦，它有个 result。那因为它很有可能要不到记忆体 memory OK 的错误，那这个错误的时候，
不能忽视，因为是在可能层，所以我们就要继续接下去往下做。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原本的程式嘛。那现在大家看这个，我要了一个 KV vector，那我 K 呢代表我要的是一个连续的记忆体。好，那一开始因为不知道多大，所以一开始的所要到的空间是没有的，然后会持续当 push 的时候，它会自动的 memory allocate 去增加它所用的 heap 的资料。那这时候我们就 push 3个，然后 push 3个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numbers 然后 move 进去。哦，这有2个写法，一个是这样子。当你的变数名称要以这个变数名称跟它的结构定义的名称是一样的，那你可以把它写在一起，写一样就好了，写成一个就好了。这样，然后我看我刚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没有看什么？因为我刚乱动口，好吧。哎，我刚应该是乱改了什么东西，然后忘记改什么了，没关系，没关系。好，我强制让他回来。好，那这个翻译很简单，就是呃，我把这个结构，然后直接传出去了。啊，注意刚刚讲的 Redux， 为什么这里直接写？是因为我们在可能里面，你不会再用其他的馈词，你也没机会用，你就只能，你可以这么做，直接好。那传出去以后呢，这个物件就会给可能。那有趣的是，我们所用的机体是在这一块宣告的，然后你把整包丢给可能之后，其实你就再也拿不到了。那这也是一个安全的表现，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拿到这一块记忆，直到因为我们有定义抓，那当这个 module 在被移除的时候呢，你就会再次得到这个物件，就这个minimal rust minimal 这个，然后我们在这个范例是在你 drop 的时候呢，把它的内容印出来，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个，它的内容是这3个，然后就结束。对。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可能吗？就范例，让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到现在我们拉里拉扎讲了一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还是觉得很模糊之类的。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我们就继续往下。那我们现在的范例呢，可能就用比较有趣的 K-unit 是属于kernel 里面自己的 unit test， 就是kernel 自己会去检测自己，它会有一个机制，然后让你可以写个 testing 在kernel 里面做。那这个范例呢，就是让我们等下我先把它弄起来，kernel testing。那一样这个定义说我要这个 margin， 可是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的档案不会只有一个，等下我再找编译。我们档案，因为我们档案有多个啦，反正是我定义的，我把一个就是我们刚看到类似在 Kaggle 里面的 library B 啊，我把它定义出来。好，那 test 呢是我要写的 testing，我把它放在这里面。哦，它是用 KUnit test 这样的方式，然后把 testing 写在这里面 test。那有趣的是，我们在user space 写 Rust 的时候的 testing， 那我们一般都是期望它 panic 或是不要 panic。一旦 panic 以后，那我们这个 test 就会是失败。但我是举例，我不是讲这一个，然后呢，没有 panic 的时候呢，我就当做它是成功的。可是呢，如你把同样的 code 带来这里去执行，你的 kernel panic 是你的 panic 是真的 kernel panic，
就是你我举个有趣的例子啊，依照刚刚的对，就是它依照这个 result， 那 result 或 option 会有一个有趣的 method， 就是这个。那它明明它的 type 明明刚刚有一个很复杂，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它明明定义了一个题，一个 OK 跟一个 error， 可是呢，你就是很笃定的是它一定是 error 了，所以我们就用 unwrap， 然后直接拿那个题把它挖出来。可是当你赌错了，它就会直接是可能 panic， 不是可能，它就会直接是 panic 啊，不是可能 panic， 它就会是 panic， 那你的程式就会被结束，然后被回收。那可是呢，这件事情我有做过了，我有做过，我就是让他用，就是让他用 unwrap 的方式去发生错误，然后你的电脑就瞬间关机了，就是你连 debug 的机会都没有，你连找在哪里发生错误都没有，它就会直接整个结束了。所以testing 在做的时候要小心。那这里要提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处理catch 好，就是你在那个 std， 就是在 std 里面，你可以用这个方群，那个 example 哦，你先用这个方群，然后这里面的程式码，你再去呼叫你觉得可能会 panic 的程式码，然后当你发生 panic 的时候，它就会被捞到，会被捕获。捕获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让你的程式继续执行下去。那在现在我们现在最新的 stable 的版本是没有的，可是你会发现在，等下啊，现在新的会有 panic 这一个东西出现，那你就有机会，未来就有机会，还在时间阶段，那你就有机会用这个指令去把 panic 捞回来，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相信kernel 这 crits。好，那我们就已经直接执行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架构都一样了。这个 module 把这个 module 载进来，然后定一个kernel这个，这都不用讲了，反正就是啊，我在 comment 里面定一个叫做 bad add， 就是我做了一个加法，这加法加完呢，有可能会出错。那出错了以后呢，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一段？那程式码在这里。我把它放大，然后这个加法是这样子，这个加法就是100、200，那就会是100、200这样哦，就是这种数学的方式。那这个程式码呢，我是故意把它先用直串的方式展开，就是把它转换成直串，然后对，在kernel里面，西元的直串跟 Rust 用的直串是不一样的。Rust 它的支穿的尾部并没有斜线零，就是没有 zero。那西语言它在处理支串是，你给它指标，然后就一直处理，直到找到斜线零那一个为止，就是这个function的停止的一个记号。那以 Rust 来讲 ，Rust 它会掌握你这个用的机体的资源跟长度，所以它不需要斜线零。它的定义就是这样，我不需要斜线零。可是当你要跟你是科呢沟通的时候，你就必须用 FFI 的，一个叫 FFI， 一个 FFI 的东西，那它就会处理这两个之间的部分，怎么样把原本 C 的指标转换成 Rust 的可以处理的物件，或是从 Rust 的物件转换成 C 语言用的指标，然后它用的就是用 FFI 这种用 FFI 来做这个。好，那对，那我做就是先把转换字出来，那这个问号就刚刚讲过哦，如果是发生错误的，它就直接 return 了，那没有就往下，那没有我就会得到字传。
那自创我就把它 parser 成 i32，然后 parser 完如果是正确的，就会 map arrow result 它有提供一个 map 跟 map arrow。result 那个 map，这个就比较像数学啊，就是直译域啊、对应域啊。你原本的 t， 你可以透过 map 转换成 u， 原本的 t 可以透过 map 转换成 u。那透过了 map 是这个 closure 的，不一定 closure 啊，用 function point 把它丢进来也可以，然后它就从原本的 t 转换成 u， 然后就会得到原本它是一个对应。那刚刚讲 result 它会处理正常 OK 跟处理 error。那你 error 有可能想要做这一部分的处理，那就是一个 map error。那有趣的是，当你之前已经是你的 type 已经是 error 了，然后你去呼叫 map， 它是不会理你的，就是不会有动作。然后当你是 OK， 你去呼叫 map error， 那一样也不会有动作。对，所以它就类似 bypass 这样。反正这一个 run 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正确的这样子。好，那正确的以后我们就两个数字相加，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答案。就这样 ，OK。好，那我想要去 test 这个数字有没有对。那我讲一下我们这个 makefile 就是在这里。刚讲了，就是因为我把它拆成两个档案，然后我就是这个 object 呢，它会由这两个点 O 去组成。那有趣的是，如果我把它拿掉了以后，要重新编译，那你就会发现刚刚的 test 就不见了，因为我把 test 的扣拿掉了。你可以透过这样的简单的方式把 testing 直接给弄掉，就是好，那我先把它还原。那我们看我们 test 简单看一下 test，那你必须处理这个 macro， 然后开始写 Rust 的 test 写法是一样的。哦，那我们就用了这个 user space 的Rust 的 test 写法是一样的。哦，那我们就用了这个 equal， 就是左边右边，就是分号的左边右边要一样。然后用这样去检测。那因为我们这边都是 value， 有4个，所以4个都是 value。那假设我们去恶搞看，比如说啊，我给它多个1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我在这里它就会错误了。他说：“哎，左右两音不相等。”那记住，这个是在 kernel space 做。那它这 testing 很有趣，就是你在载入 module 的时候，它就开始做 testing， 然后 testing 做完，那看你 module 做什么，它等于是分头进行的，不是分头啊，先做完 testing， 然后再，哎，我不确定哦，我不确定有没有分头，反正是会做 testing 这件事情，然后也可以把它拿掉，然后就把 testing 写，因为我写4个。那在 user space 有时候我们会把确定不会的，我突然怎么unresearchable 这样子？你用这个 macro， 就是确定说它一定是不会被跑到，那被跑到就会 panic。那因为我不想机器被关掉，就是我犯错被关掉，然后所以我这么做，这是属于 test 的部分，像这样子 OK 了哦。好，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好，那在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是因为接下来就会比较靠近科呢的东西，因为譬如说我们要建构一个科呢 module 的一个 example，那就要了解一些科呢的部分。对，好，帮我讲这个，就是哎，等一下，我刚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可以讲，我刚
闪过。好，我们刚刚讲说，像我们这个 map 或是 map arrow，它这里都会有一个要我们放一个 closure 在这边，或是一个那个 function point，然后呃，我们可以去方便的去带入像这个，把这个丢进去，然后它就去执行它。那有趣的是，到底为什么要用这个 FN once？然后我们会看到会有很多种的样式呈现。我等一下，我还是在这边编译。好，我还是在这边。我就把 test 拿掉。我先出发。好，并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closure。好，那closure 又有个名称叫 non-named function 啊，就是你不用给它名字，然后它的行为就像 function 一样。那因为 Rust 支援 functional programming，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特色在。所谓的 pure function，所谓的 pure function 就是我这个 function 我执行了以后，世界和平，我没有影响到谁，然后谁也没有影响到我，这个我们就叫 pure，然后我直接把结果输出，这样这个叫 pure 的部分。那 pure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东西 FN 的 function。你看，因为我编译过了嘛，因为我们这没有变数，如果我给变数，那就是132。OK，在 pure 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就是 pure。可是当你不是 pure 的时候呢，当你开始不 pure 了，当你开始你想借用一下，对不？他要这样子，不好意思，我写反，当我想要借用一下，你想要借用一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哎，等，这个形态不对，你不能用这个 type。因为你只要你去借用了一点东西，那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宣告是不可变的变数，所以我们是不会去变动到它的内容的。那在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说，它不会是纯的啊。当然你会说啊，我只是借用而已，可是他会跟你说，哎，不行，这样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去把它捕捉，我们用那个 box 把它包起来，那个时候叫 K box，哎，我看一下，是 K box 还是 My box？哦，是这里。OK，我们 K 是 K box，他跟我说 flag，让我 copy 一下。
我我哪里错了？应该没错吧？哦，OK，他改了。好，因为我是让他去推论，所以他 OK，就是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形态。好，啊，它会变成这样子。啊，加上 D1 这 keyword 呢，代表是用trace object，就是我 Rust compiler 编完了，把这个 Closure 编完，它会是一个自己的物件。那这个名称呢，不知道。可是呢，我知道它会使作 FN 大写的 FN 这个 trace。那我用 dynamic 的方式 ，DYN 就是 dynamic 的方式，我用这个面向去看这一个物件。好，那你会看到从原本的我们一个小写的 f， 它现在变成大写的 f。那原则上它就是不存，不存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偷看外面的世界，你看到外面的世界的东西，你把资讯拿进来，那你就必须要用 FN 这个方式去使用它。那假设如果我偷偷的去改呢，我把这个 x 变成 mutable， 我可以去改这个 x， 然后我把这个 reference 都变成 mutable， 然后我这边更邪恶，把它等于1，加等于 x 好了。那你会发现，因为你会发现我这边会答案会告诉你 FN， 对，因为你现在是去偷改别人，那你就必须是要能够 mutable。这样子，这样 OK 了哦。就是你要知道说，当我们在看Closure 在被使用的时候，我觉得这真的太小了，不是这样。哦，就是像这个就是用 F1， 那等一下会讲 F1 什么。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这些 method 里面看到它需要用哪一些呃满足哪些 create 的 function 的 closure 的时候，那如果能够知道这样子的资讯，就是会对于你在写的时候，你一看就知道说，我大概要到哪个程度。好，那这个时候，像刚刚的这个 FOO，那万时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把物件搬进了这一个 closure 里面，那这个 closure 只能被执行一次，因为它执行完它就会被销毁。这样哦，因为变异过了，所以它是 once，所以要注意它的差别，就是它有非常好的一个类似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限制，然后你可以透过知道这些资讯，然后知道说它会对你的程式码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些 closure 有时候会被夹带，你可能是故意把它包装好，然后包装好这个 closure，你可能执行一次，可是会在特定的时机上面去执行，
然后达到你特定的效果。那对这个是要跟大家聊，是讲不会讲的太复杂，还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你学 Rust 知道这些资讯会是有趣的，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好，那因为你这样讲，可能会讲太多老板控的部分，所以那边可不可以再稍微简短，然后把那个跟康的相关的，因为这样子大家比较，因为太多语法怕，因为人比较多，怕后面的人会听到有点怕。如果他没有跟的话，后面就好好，你包括这个幕布，他那个基本上，如果你有问题，随时打断，因为这样互动比较好，因为对讲者比较轻松一点，要不然他要一直讲，怕大家没有吸收到，那也比较就是大家比较那个浪费时间。好，那我们看这个范例，那这个是在 NIR 上面去建立一个 MISC 的 device， 那它这个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从这里去看那个 code，不是这个，这个程式嘛，它会一开始会附上一段 C 语言，就是它对应这个 module，就是你 module 产生了这个物件了以后，那怎么跟这个物件互动？然后我把这段 C 把它转换成 Rust 的等价的语言。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卡构就是定义一个，那我会用这一个 create libc 啊，因为 libc 就是有关 POSIX 的一些定义都会在里面，那我直接使用它跟这个 module 沟通，然后所以真正的 module 是在 module 这个目录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程式码是从这里来的啦，然后好，然后它重要的部分是它非常的你需要懂NIST kernel 的资讯，然后再过来是你必须要懂原本 kernel 里面 module 那些 API，然后你才会比较好了解 Rust 的语言是怎么对应上去的。那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就是这个会跟 macro 叫做 pin data。那有人想要知道 pin 是在 Rust 什么意思的吗？因为 pin 如果简单讲 pin 就是如果我们要了一块记忆体，然后这个记忆体呢可能会被其他人参考，那被参考了以后呢，这个address 就不应该动，就是因为我们的幕符它的做法是我直接把资料搬过去了，那就等于幕符，然后幕符完以后呢，接下来就不需要我们去考虑担心。可是因为在 C 里面它非常高强度使用指标，所以当你要了一块记忆体，然后那块记忆体其实不能随便的去 release 掉，因为它会有人去参照它。那kernel本身会有一个 reference count 去处理这件事情，让你去标记它。好，那 pin data 的反正 pin 的意思就是在于说，在 compile time，然后去检查这块记忆体不要被释放，它最大的用意是在这里。然后一般的话就这个 P 有一般 Rust 有 pin，可是 pin data 是属于 Rust for Linux 他们自己去做的 macro， 对对，去做。那我怕在这边讲 macro 可能会大家会有混淆，因为像这个也是 macro，刚刚不是讲是 macro 吗？为什么这个也是 macro？因为最大的原因 macro 有两类，第一个是function like 的，就是像 function 那样让你被执行，然后它会把这个 macro 展开，然后展开成真实的 code。好，那另外一种是属于 attribute 的这种方式，它会去读接下来的这段
程式码，然后进去加工。对，那没关系，我们就不用理会它。那反正 pin 的主要作用是在 INE 啊 inner 这个 mutex。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告诉说，我这个 pin 在被 drop 掉的时候，我会呼叫这个方群，然后它就会产生这个讯息。好，那这个 module 的展示会跟我们刚刚的不一样，我们刚刚是载入了以后马上就有作为，然后在离开的时候就会显示离开的讯息。可这 module 不一样，这 module 载入了以后，它会是等这个 driver 被吊起来使用的时候，它才会有作为。好，那我们大概就讲一下，因为刚刚会讲是希望大家了解 Rust 的语法，如果未来自己再看可以知道。那你看 device 啊，然后它就宣告了一个 set value 啊跟 get value。好，那在Unix-like 的作业系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 design 设计，就是把所有的 device 都是设计成档案，所以我们会在斜线 DEV 里面看到一旁的一系列的档案。那我都有，哎，driver kit。当我们 kit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有一个叫做资源的装置跟 Rock 装置、区块的装置。然后呢，左边这边的数字呢，就是驱动程式的编号，主要的编号。那会看到一个 MISC，这个是10，MISC，所以我们用它的 MISC 建出来的 device 就会是10。然后 device file 它它会有主要的识别，另外device 你会看到一个 number，这是4号的主要的驱动程式是4号，然后次要的编号是64，就是主要驱动程式里面它又有区分好多个自己定义的。那我们可以从自己定义里面，我只举例了 TTYS 举例，那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定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定义它到底是什么名字。我看看，那它定义上，它 family 是定义，它是用这个符号。2032，把它当做是次的节目，这样一个应该是它的 family 的区分。好，那我们这个 driver，我们就直接测试了，我就直接把它 make 起来，好 make 完就有 module 嘛，那我们就手动 install module，然后把这个 KO，我打错了，我们打进去。你看到这个 module 有载进去，在这里。好，那载进去以后很神奇的，我们就会在这里看到一个自己会出现一个装置。那如果我把 module 移除，我这个装置就没了。哦，那早期啊，在很早期，这个档案是你要自己建立的，你要用什么 ND make NOD make NOD，然后去把这 device，然后现在可能都有资源，它会自动在你有 driver 的时候，那我刚刚讲的它的编号是10号，编号10号。那我把 module 载进去，好，那我们就回到用 module 载进去嘛，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熟悉的 user space 的 cargo，好，那就用 cargo run。哎，我是哪里没？卡够我们可以塞码就，但是没有没有，你说 cargo 什么？有卡够可以塞。可以啊，然后我你知道，我再 run 一次啊，
状它就会出现这些讯息。然后这个它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就是 Unix-like 它会变成 device file， 那 device file 不管你是哪一种装置，它都会实作一个 API 叫做 IO Control（IOCTL），所以这一个翻译主要是用 IOCTL 去把资料传给kernel，然后kernel再传回给你。那这个红色的是我丢一个没有的编号给他，然后当然会得到一个错误。好，那程式码是就是呃不知道我讲解到哪种程度？这个就是我把西语言的部分转过来。那因为西语言的部分它是直接 call API，那这是 Rust， 那所以呢，我从 Rust 的 source code 里面挖了这一段这几行程式。那这几行程式码的作用在于，我把我要的function透过 CTV 去执行，然后执行回来，如果它是-1，那我就会转换成作为系统的错误讯息。然后这个是有用的，是因为对于你面对 C 语言来讲，这一段简单的程式码可以让你写出来程式不会这么丑，就是比较漂亮，比较像就是我可以直接用 LibC 去 open， 这个就是 POSIX 的 API， 然后 open 它，然后CTV 就会回传，如果有错误，因为它已经把它包成误解，包成error 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回传到这里来。那不然的话，我就会直接得到FD， 就是档案描述值，我会得到档案描述值。然后我简单的把档案描述值又包回了，对，又把它包回成 Rust 的 file， 对。然后因为我把它包回了 file， 所以接下来只要发生任何的错误，我不需要在错误的部分每一个分支都处理 cross 这个 file， 因为它有物件，所以我只要发生错误，你只要问号一出去，那你就会遇到堆叠反转，然后自动反转的时候就会把 file 反转出去，然后它就会很正常的被close 掉。对，那这段程式码大概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啊。那反正就是透过 IO Control， 反正这段就很西语言了，就是西语言只是用 Rust 的形式写完了，然后 call hello 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call hello，call hello 在哪？不对，是这里，对，call hello。然后对持续往下去，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要资料啊，传资料就开始跟他互动，然后他等于是在把所有的我们定义好的功能去测一遍，就是简单做一个范例啦，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 Rust 的写法，然后去达到跟Drive 互动。那比较有趣的会是 vtable 这件事情，因为在Linux 上面，我们对于一个档案的处理，就是我们刚讲的，就是把所有的驱动程式都跟档案绑定在一起。所以当我在对这个档案做存取的时候，怎么去转到驱动程式真正在做的那些事情上？那会是这个物件，这个会是这个结构啦，比物件这个结构。然后这些只要星号的这个像function的，这个都是 function point， 它只是 point 的，它如果是64位元，它就是8个 byte 而已，都 function point 要看到这个。那你有实作的，你就把你的 function 挂在这边，大家读东西的时候，它就读，通过这个 function 去读到东西，写的时候透过这个function把东西写出去。那这些都是所有的操作。那如果你不支援这些操作，譬如说你不支援关闭，你就把这个相对应的指标丢入就好。然后kernel在读到那个档案在被存取的时候，然后它会转弯到去处理这个表，去找到你的档案。那
刚刚那个是很漂亮的技巧，就是它利用让你去透过 macro，然后 open 啊，有没有？还有 control 啊，它会把那个表生出来，然后把你这边定义好的 traits 需要的那些method，然后把它定义在里面，然后直接把它砍进去，然后直接丢给跟客人注册。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不用去真的在客人那边写嘛，比如说要一块记忆体，然后就把那些填一填，然后当记忆体要被释放，或是这些东西呃后续的东西，记忆体的分配置跟资源的回收，那都可以交给物件的方式，就是物件导向的方式去写，那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处理它。那这里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我们不讲内容，会看到这个符号小于减号。那先讲好 Rust 并没有这个语法，那为什么会有？是因为这一个 macro 去定义的。那 Rust 的 macro 它非常的强大，强大到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个 grammar，它 BNF 啦，它就是你可以利用定义它写一个 BNF 的东西，然后我不是搞错 YAM 是我没关系，反正先讲好，就是这个是它macro 它会去读到这个东西，然后去做相对应的程式码的展开，所以Rust 并没有这一个。那 I/O 可能就是主要的程式码的功能就写在这里，对。那大概它这个翻译就是这样。对，我不知道大家想要听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对是要了解到它是怎么搬的，因为怎么搬到这个就是牵扯到那个聂斯科呢的，你要去懂聂斯科的那些东西，然后绑定到这边，你去写它会比较好写。对，那对，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要写科呢的时候，跟聂斯科呢有关的，你最好都要加这一行。对，就是你要呃 GPL2 就是公告，尤其是当你对不管是 Rust for Linux 或是Linux 科呢做贡献的时候，他们都会要求你加这一行。对对，就有人寄信给你，哎，你这个要加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做。哎，对，就是等于把成果贡献给全人类。对，因为我准备蛮多哦。对，好，哎，大家还想继续听吗？还是就这样就好了？对，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你准备那么多，你就简单过一下。好，简单过一下，就是好，先讲 user reference 这个。当你 reference 一个这个原则上叫做 immutable variable 嘛，对。可是当你执行完以后，这个结果就是43，就这样。也就是说，那说那 Rust 还安全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 unsafe 的动作。那 Rust 它的设计是这样子，你只要你自己写程式，你只要照着 Rust compiler 可以通过，那它就可以 guarantee memory safe，我是不会 memory leak 这件事。可是当你要做 unsafe 的时候，那成败之负。也就是说，当你的程式用了 unsafe，可是你的程式觉得怪怪的，那最优先找 unsafe 的区块。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我把原本的参照i32，然后直接转换成 const 就是对，就是 const 的指标，然后你再把它转换成 mutable 的指标。那你会说，那我为什么中间要做这一步如果你不做这步 ，compiler 就会告诉你不会过，也就是你要先转换成 const， 再转换成 mutable， 然后再去对它做 dereference， 那我才办法对它做加以，那这件事情才会成功。这个那个 star mute 应该不是写 replace，你说哪个是打命？就是 star comes i32，而是 star mute i3。那个 star mute 是后面的，这应该什么意思？ OK， 我解释一下。以 C 语言来讲，如果你要宣告一个 i32是 int 嘛，对不对？那如果它是指标，我们会这样写，对吧？就是说，这个指标呢，
这个指标的值是不能被变的。那如果你写成这样呢，就代表这个指标的值是可以被变的，懂意思哦？所以这个的写法就是这个写法，那你懂意思吧？大概懂。对，就是你来我们还是直接 live 好了，不好意思啊，如果觉得听不懂的，举个手跟我讲一下，不然我等一下哦，这个 example 是，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好，这样，我手动 make，我是 wait，我能，哦，好，这是43嘛？那假设中间这个步骤我把它省略了，把它省略，它就会发生错误。对，这是我刚刚出去的，把它拿掉，它就会告诉我这 invalid，可它不会告诉你中间你要补那个动作，你懂我意思吗？它不会告诉你的话，你要这才会成功，它不会告诉你。可是讲你懂意思吗？就是你必须要先把它，因为这个本身就不是 mutable 的，如果它是 mutable，你可能可以直接转换成这样子。我懂，我看的是为了转 mutable。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他在背 reference 的时候，因为其实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就是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就是 reference 跟 borrow，borrow 你会想说，那我就把它变成 reference 啊，然后我丢给你，我不等于在 borrow 借给你吗？确实是有点这个意思在，可是在 Rust 上面的 borrow，它的定义，它的行为不是这样。就是看的是为了转 mint，然后那个 star 是为了转 reference。你是说哪一行？刚刚原句有20。哦，来，对，那这个的话，看起来是去为了转 mute 出来，然后我记得 reference 是可以直接转那个 star，然后用 unsafe 去，就是这里已经是 unsafe 了，不 unsafe 没办法。对，这个 unsafe 的原因是因为要做 dereference 需要 unsafe，因为其实是这样子，因为 Rust 不要让你摸到指标，可是其实底下都是在做指标的行为。对，所以其实它跟它是很接近的，你懂吗？其实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因为它也是你这个 reference 是就不能 mutable 的。嗯可是有在 Rust 的操作 unsafe 不是也可以去操作它的，没有用 unsafe 不是也可以操作到它的指标吗？不行啊，不行。你的操作是你可以拿，可是当你要 dereference 的时候就是不行，因为你懂我意思吗？你拿指标就不危险，可是危险的是当你去 dereference，它要去截那个基体位置，这个基体位置有可能，假设我填0，然后去截它，它一定会要求你自己要加 unsafe dereference 这件事一定要加，因为你想要去 dereference 0是一定办得到的，可是在这里它就是在 compiler 的定义的范围内，它是不允许这件事情，你办不到的。可是你却可以通过 unsafe 做到。那这个意思就是，原本这个是 unmutable 的，就是你原本是不能immutable 来讲说，就是你不能变动的，可是我们却有办法让它做到变动。然后这件事情在
kernel 一样可以做，就是就是在这里。好，我 demo 一下这个很诡异，而且很神奇。嗯好，我 demo 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哦，是原本从12，然后我 do something bad one 就是13，然后40，对不对？好，我们不用了解程式嘛，你注意看我把它 mark 掉，然后就是失败了。我看到原本的43变42，然后注意看哦，我再把它 mark 掉，不相关的 code 哦，全部都是42。对，就是这件事情在科呢里面会有一些有趣的发展，可是它还是办得到，就是你用 Rust 这个语言还是可以办得到原本在user space 办到的东西，还是可以做到。对，因为其实那些是科呢，我们简单讲是用 C 语言写的，可是某种程度它会去用 assembly 去对于暂存器做一些控制。譬如说barrier 就是把一些中断干嘛的，它会去开启跟关闭，所以它那个行为已经不是我们在 user space 写程式码可以看得到的行为。对，那一段可以请教 Joseph 啊，那是他专业的领域。对，在那段发生什么？那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 example 啊，我就能问我那时候在测试，我就发现一直不会成功。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了，当我把它 print 的时候，会成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有可能就是在里面它对于那些 catch 的部分去有 assembly 去介入，就是缓冲的这个部分，就是在你印出来的时候，它有呼叫一些 assembly 的指令，然后inline 也是对。那这个注解是在于说无效的隐遁，其实它会有一个错误啦，就是把这个错误不错吧，或者这个 worry， 然后把它关掉，这样子而已。对，那这个翻译就只是在说，哎，原则上 user space 做到的事情，我们在 kernel space 也一样办得到。好，这是简单对这个翻译解释。然后还有一个简单原本想要补充的，就是这个比较复杂，就是假设如果我写一个 module A，然后这个 module A 提供了一些呃 library 也好，或是一些方 u 也好，我可不可以从 module B 然后去 call 它啊？原则上是可以，也是办得到的。对，不是这个，是这个。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你想想看哦，你写这个 module，你一定需要跟应该是可能的 source code 要到它的配置表，就是可能现在到底什么样子的配置表。我要了一份，我写了一个 module，可是你也要了一份，你也产生一个 module。那我们同时把这个程式载进 module 里面，OK 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那如果你想要办到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把两个 module 放在一起，然后 make 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写。然后呢，当你这样写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这里是不能放 makefile 的，因为 makefile 被统一调用的，你就会被统一调用。那你只要写 k build 就好，这些 k build 就好。那这时候会发现有一个 C 的原因是我必须要把这个是 Rust 的程式码嘛，然后透过呃先用这个方式，就是原则上，我们一些 compiler 在编译程式码之后，会把一些名称，比如说像C 语言指标，它会把那个指标用一个 P 去替代，然后整数可能是用其他的符号替代，然后也就是它配置出来的表会是 for compiler 本身。那如果你把那些多音表还原，就等于说你要用最原始 C 语言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它有办法让可能接受，所以你必须把这个
上，然后编完了以后呢，你就必须在 C 里面去用 C 语言的方式写，这个方式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一定要写这个，因为它那个 symbol table 要把它标记进去。然后你载进去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在另外一个 module 用这个方式，讲说，哎，我有这个东西，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你从头到尾都会没头没尾的直接使用它，直到你 compile 的 link 的阶段，它才应该说在 compile 的阶段，它才会去找那个表，然后去问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位置偏移值在哪里，然后再载进去时候才可以找到。对，那原则上这个 example 就在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有提供 method 的或有提供function的载进去以后，有另外一个去做，那这个是蛮有趣的。对，就是你不一定全部要挤在一个 module，你可以直接对着它。目前 kernel 现有的 module 用 C 写的，已经有提供方选出来了。那你在 Rust 里面可以有啊，就这边左边那一个啊，这整包都是从是车的，现有对啊，全部挖出来，全部都是啊。你看我意思是，如果它是做成 module 形式，它还没装上去，那它要装上去才能用的，你可以用这种模式。其实是一样的，这只是出来。对，在 C 语言是这样没错，可是在 Rust 我还没这么做，可是理论上是可以办得到。对，理论上是可以办得到的。我这个档案真的很长，我没看不到下面有没有一些结构。这个就是这是我想到的应用啊，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module，然后再过来是 data structure，因为有 vector 了嘛，那我需要有没有用 map？那 map 它是一个比较重量级的，是红黑数。那红黑数呢，它是用 C 语言式，就是可能里面内部有的哦。那原则上还有一个叫 list 的东西，那 list 我没有成功的把 example 写出来，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上去。可是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简单的，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假设如果我宣告一个i8就是 integer，然后8位的就 chat，然后如果我现在给他一个值127加1会发生什么事情？觉得加1会原则上在 C 里面呢，127加1就会变成-1，对吧？因为它 overflow 了。好，我听我讲哦，这个是非常重要哦。在 Rust 里面，它会检查 overflow 这件事情。一旦 overflow 了，你就 panic 了。一旦 overflow 就会 panic。那Nginx 可能也支援了这件事情，我现在是打开的，所以当你在做加总的时候，不要傻傻的直接 A 加 B，或是直接傻傻的用啊 iterative 有次元上的，你可以直接把东西放进去，然后直接执行上，它就把它加总给你。可是问题是要 overflow，一旦 overflow，你就是 panic。然后在这里的 example 就是可能 panic，所以你有替代方法，就是用这个使用 wrapping add，它就允许你 overflow，它就显示-1。然后另外一个是当你发生错误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check add，然后它会是用 option 的形态，失败了 overflow 它就回传琳琅，然后成功就会回传一个 sum，用这个方式替代。所以这个在写课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对，不然 panic 就真的 panic，除非你用 VM 或是 QEMU 模拟去执行。对，这个 example 重要就是在讲这个加法，加减乘除都一样。对，它看起来，呃，然后config.fs 就是它是一个 module，然后我们常常需要怎么跟有效的、简单的跟 kernel space 做互动。那当你把这个 module 载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跑一下翻，OK 吗？这个要跑这个翻译吗？好，我跑一下好了，看大家都你这个可以放地上的图，放
旁边吗？呃，这个是吗？因为都是那空。没有可以可以可以，对，因为我的编译环境是用 NixOS，可以放啊，可以放，没问题啊。我们是放 Calaga 嘛，OK，对，就像我你放你个人你会放也可以，你就开个给我放掉。可以啊，我可以放，我可以放。然后因为那些 Sono 那个不是都一样吗？那会不一样吗？嗯，就是你们编那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没有对啊，对啊，可以， Sono 吗？球那个应该都没问题啊，就可以，你直接可以拿去，因为是 out of 处理啊，可以直接 make 啊，就是NixOS 之外的环境都很好编啊，你只要下载套件 compiler 弄完，然后直接 make 就可以了。对对对，那这个要我顺便讲一下，简单讲过，好，不用太细，简单过就好。因为大家一脸疑惑，我想说是不是没讲得很清楚？我说之前呢，好，那我看，因为我想听一下你对讲一下 Rust 跟 Linux 的关系啊，或者你这些发展之类的，比较 high end，不是 code level 的，就是你这边过一下之后，再简单过一下，这样大家比较，因为有的已经没有发了上，后面的朋友已经没跟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我也很紧张。好，那这个差别一开始啊，我不应该讲。好，那我现在看这个，然后还是在这没关系，这样就好。依照我在 System 里面的 kernel 里面有一个 config，然后现在是没有东西嘛，那把这 module 载进去以后，那你会看到会有一个 Rust config fs，然后不，然后我们就看到会有两个档案。然后一个叫 bar，一个叫 message。那它的效用就是，当你去读 message 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特定的 hello world 出来。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当你写字，你 UK 的 bar 的时候是没有东西的。可是当我把东西写上去，当你再去读它，就会是这样。不要打 hello，因为跟那个是一样。那就可以，我是打，嗯嗯，从边路的话，可能是进账号的关系。哦，对，那进账号被打重开。然后我就把它 get，就是刚刚那个我我我们写的东西，对，那它会站成起来。那它当我开目录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个，对，它会对应到你丢什么档案，然后建立什么目录，然后写什么资讯，可以读到什么资讯。那透过这个 module，你可以把它 mount 到这个目录底下，然后就可以简单的去跟 kernel 做互动。对，那这个是比较靠近可以
方便使用，就是那当你把东西放在可能的时候，可以跟可能简单互动。对，好，大概是不好意思啊，因为不知道要要讲什么。对，好，那今天大概对，就不好意思啊，就是没有讲的很好。我啊，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你觉得科诺跟 Linux 这边未来还会发展上的是最近因为科诺一直在17、18，还没18，但是也涨得很快。很快，那 Linux 就让 Rust 也涨得很快。那他们在下个阶段有没有什么？因为前阵子不是还有在一些争论，我觉得如果要用 Rust 完全取代现在 Linux 可能所有东西是不切实际的啦，因为像刚刚那个红黑书已经用 C 写到这样子，那 Rust 它是可以在某种程度用这个 compiler，然后 guarantee 你在开发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就是不要走冤枉路，然后可以利用它，可以快速的开发接下来的 module，我就会是把原本有问题的某种程度用 Rust 去改进它，然后可能新的 driver 或者尝试用 Rust 写，那旧有的既有的，我觉得是不会有人去改动它的，对对对。那未来我觉得很好啦，因为你想想看，有物件导向啊，当时那为什么 C++ 没有进对啊进 source code 就是被采用？是不是在讨论科诺要不要定期加加？好像没 C++对对对对，原则上是很难的，原则上因为它 Rust 用trace 最大的部分是因为要避免就是钻石继承，因为 C 语言可能我继承你，然后我也继承你，可是你都继承他，你也继承他，那我我要引用他这个路线，到底是要从你这条路去拿到，还是从你这条路去拿到？对，就会有一个钻石继承的问题。对，那如果你用 trace 的角度，就是我需要你具备哪些功能？只要你具备了，对你具备了以后，我就当做你是，然后我就对你进行操作。那这一段是 compiler 自己就可以检查的。可是你刚我们在讲的那个，对，是那继承那个形态转型，对，都是在 runtime 的时候处理。对，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在 compiler 时期处理好的事情，你可以某种程度那个效益会是在 runtime 的时候大大提升。对，然后再来是机体管理的一个，我觉得这优势很大啦，因为很多城市嘛，你像那个Microsoft 它不是可能也改用 Rust 写，对啊，他们就减少了80的 memory leak 的问题。对，因为有时候你写成是一个闪神，或是没注意到，就很快就 memory leak，而且那个也不会马上你发现。可是那 Rust compiler 很机车啊，你一有问题，他就会开始会跟你说，对，那我觉得 Rust 这个语言会稳健发展，我觉得对，还有没有其他朋友？还可以没有。抓好这样一个手表，他们吵架是在什么？因为你说现在认识核心部用到什么？没有没有，我说改写了，完全改写是不可能。刚刚就是那科呢啊，就是刚讲的这个科呢，这个 crate 啊，不是一定要啊，那这个啊，crate 这个啊，这个就是 Rust for Rust for Linux 那个团体他们在维护的啊，就是这个啊，没有，他们在炒是从那个城市码的本质去炒，就是已经是类似，只要看到 Rust 就不爽，我就不要用 Rust。那这个部分就有点像，他们觉得既有的世界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就可以进行维护了，我为什么要多学一种语言？可是对，因为 C 语言是这样，它把每个很细节的步骤都定义一个方选，可是问题是，当你物件导向化的时候，你是把一群功能变成一个 method 去 call 它，
然后他会说，像在某种程度会损失那个颗粒度，就是去处理那件事情的细微的程度。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啊，就是譬如像 memory locate， 如果一切建构跟销毁的时候都可以安全的去处理，不需要人去进行的话，我会觉得是利益大于弊，就是这样子的方式会比人为去写的时候造成的危害，你之后还要 debug 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优势。对，那再来就是因为物件导向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我们那个范例全部都是在有些啦，就是在 kernel space，我就直接 run，然后直接编译，它就直接载入，直接移除。对，那你某种程度你在开发kernel module 的时候，会比原本用纯 C 来写还要安全，因为你用 C 写，你不可能像我刚刚这样做。就是我们刚刚这样操作，我别乱写，然后我别乱 compile 载入又移除，可是我们的系统还活着，对，而且它不是 VM，它是直接是一个活着的 host， 对，那是因为相信 Rust 这个程式语言，不然的话你 kernel module 写错一进去，好一点是 panic 啊，坏一点是可能过一阵子才 panic， 对，就是不稳定，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差别很大，就是在透过一个程式语言，然后可以提供这样的保证，然后再提供这样的便利性。对，我觉得是值得投资的一个程式语言，对我来讲。对啊，看大家有没有？代码做正在上面看到，我刚刚写半个。对啊，有啊，那个我在贴，因为我你们都从那个 Luma 那边过来，你们都有报 Luma 吗？Luma 我在把他的那个 link 给你，还是你怎么知道这个讯息？我朋友跟我讲的。好，不好意思啊，因为大家一脸疑惑，我想说啊，是不是我要讲清楚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因为包含你懂，好，我整理然后丢上去，然后我可能 sample 的部分，对我 print 没有讲，你看引导下面，我漏掉这个 BT 啊，就上次江哥讲的，对，就是我可以执行它，然后挂一个 checkpoint，对，然后就是跟那个因为这些相关的密码的不管了，反正我就全部放上去了，重复就重复没关系，我就对，我就一直全部放在哪？没关系，我再贴上去。你用这个棒子。所以我们这边是卡拉格的吗？有，是卡拉格，不是，没有，你这个，可以回到一开始那个机体位置不一样的问题。好，没问题。试着把它，是把那个所有权就再丢到一个方选里面，但是它没有出来的一定那个 drop 掉它的位置就不一样。对，会不一样啊。因为我家里，但是我把这一个方选拿掉后，它其实又变回一样。因为你会讲，因为这几天发生一些事情，我原本是用6.1 6.4，结果大前天是6.1 6.5出来，我就更新6.1 6.5，然后6.1 6.6，我在昨天测试这些范例都 OK 的，所以我在昨天晚上更新，我看到1.1 6.7，然后我就更新，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刚刚 Green 那边你是 reference， 其实他都没有字啊，所以他恐怕我他会抓到。有可能，对，那个人在哪里？信息不一样，他就有过去。对啊，应该这样。对啊，不好意思啊，因为2年前我们有一个叫做，也是这个系列的啦，就这是2年前写的啦，然后请人家做一个，这是 Rust 生存值嘛，然后没有，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透过这一份讲。就透过这一份讲，所以我那时候有把 example 已经写，2年前已经有这个 example， 只是今天突然一样，我想，不好意思，怎么会？啊？
应该是你刚刚是有说是有一个哦，应该是对啊，不然的话，其实这些，对啊，上次因为准备这个是原本讲那一次是要讲30分钟，就也是讲3个小时，然后对，因为当初就是讲说以初学者的角度，然后这次也是写以初学者的角度，所以我已经精简了这一份，在几分钟内讲完。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语言蛮有趣的，而且它一直在成长。像我刚刚讲，不是那个问号吗？问号不是直接 return，可是问题是，我可不可以抓那个 return？所以接下来会有一个，接下来会有一个这个东西，我随便找个地方写。接下来会有这个东西，这样会有一个try，然后出来它就会，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东西，这样。我是说接下来的 Ross 对这样子接下来 Ross Rust 接下来会，对，这语法接下来会有这个，现在还没，现在是在那个 Nice 里面还没 stable，我讲的都是 stable 了，stable 一定会有，然后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边抓到，不用。还没，我接下来会有，没多久就，而且这个非常的赞，就是你不用整个方训回去，是直接在任何一个地方直接抓到这样就好。类似两个问号，不是它是取代那个问号的威胁程度，因为你在任何地方一个问号，它是 return， 它的语法是 return 你就没救了。对，那它这个是类似 catch 的方式，你在这里你可以用问号，然后它会在这里去 catch 它，就把它抓出来。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就把它塞到了。对，就是它有个地方让它下车，而不是整个function return，那这样不好用。对，因为你在function那一阶段整个 return 完，对，后面就没你没有机会。这个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catch unwind，就是在堆叠反转的时候，会叫堆叠反转，是因为 C++ 不是有一个 try 跟 catch 嘛？然后 try 的时候你发现错误，你叫一路呼叫的过程，可是你一路呼叫一定会产生一些物件，然后那些物件一定要被呼叫 disruptor 解构子，所以你一定要一个 unwind 的把那些该释放的都释放完。对，这问题在这里，因为 C 语言没有 unwind 这件事，因为它没有 disrupt。可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drop 也是一样需要被呼叫，对，所以它安全的程度是一定要 unwind。但我的意思是，这个就类似刚刚在讲的，对，可能也会支援 panic 的时候，它把它回收，然后这个也会。那 panic 如果在你 money 所谓的 panic， 你会可以在一个所谓的旗标拿到一个叫 point， 就是中毒啊。然后譬如说像你其中里面你用的 mutex 啊，然后那些昂外之后全部都不能用，可是你有办法让它恢复原状。对，那个恢复原状就是你去，譬如说你有时间了哦。其实我们已经到5点半。好，这边的场地的时间我懂。好，给我几秒钟结束一下，因为我怕我懂他从这边往上面这个 lock result 的 type 会有一个 point error， 所以当你在 lock 的时候，你已经 point 就是你弄中毒了，你在动图恢复了以后，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错误，然后透过这个错误呢，你会得到原本那个物件，然后你再把它解读，应该有可能啊，就是它这个因为有 example， 这这个不是，哦，没关系，对，就有办法解啦，就是解开，然后这个物件就可以活过来，继续被使用。因为他的意思是，他必须清楚的手动的去还原那个状态，就等于你写程式人要知道说你是从原本 panic 的状态要恢复过来，你自己要知道什么原因，然后让它变成正常。它的设计是这样。那个 Flash 的那种，那时候太烂的手导向，然后嗯不要
死就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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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对下一个版过后就会觉得 try 啊，所以其实，对啊，就是他在这一方面的考量，这方面的安全性，就等于你在写扣的时候，compiler会监督你说你要做到安全。对，好，兄不好意思，感谢大家，今天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起。